去年川普在竞争美国总统时候就曾说要终止俄乌战争，如今他上任之后确实有不少大动作，试图让俄乌进行和平谈判。但许多人批评说，川普的总统行为根本不是在促成和谈，而是在放弃卖掉乌克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川普与乌克兰的关系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之前川普还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他当选后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那因为这个样子呢，当时不少人期待说，川普上任之后能够在俄乌之间斡旋，有利于结束这场已经打了3年之久的战争。实际上任之后，川普也开始兑现选举的承诺，大动作推进俄乌和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却爆出了种种的争议，像是川普在与俄罗斯通话聊和谈时，没有通知乌克兰与欧洲的盟友。另外，川普呢还多次的放话要乌克兰偿还军援等等，这些都让乌克兰感到相当不满。而最近，川普与泽伦斯基双方呢更是在白宫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泽伦斯基直接质疑川普不了解乌克兰人的感受。这些多起的争议事件让许多人怀疑，难道美国要放弃乌克兰了吗？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政策产生了哪些变化？川普与泽伦斯基的争执是怎么回事？外界对此怎么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等一下，先不要走。今天的业配很特别哦，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绝对超级好用的东西，就是志祺77。你有品牌或者产品宣传的需求吗？志祺77能够为你提供最多元的广告方案，像我们轻松有趣的短影音方案用趣味开箱的互动内容，让你大量的触及新的受众。如果是有宣传专业人士的需求，还有深度访谈强者我朋友节目，让你的品牌或专业更有公信力。最后当然还有我们的10分钟议题影片，适合深度介绍并且扩散议题在讨论当中传递宣传资讯还有观点。方案平台多元搭配，总有一个适合你。加上志祺77稳定的流量跟挂保证的服务品质目前已经有超过500位的品牌客户跟我们合作。那我自己呢，当然也是跟志祺77蛮熟的嘛，跟你保证跟77合作绝对是超赞超划算的。现在就可以点击我们的资讯连结，或是写信给我们吧。在去年川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曾经多次说过要结束俄乌战争。他说毫无疑义，如果当时是我当总统，这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这是直接放话说，之后我当选的话呢，会在24小时内让俄乌达成和平。竞选期间呢，川普也曾经与泽伦斯基碰面，商讨如何终结俄乌战争。川普后来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说，俄乌战争应该终止，泽伦斯基与普丁也都希望终止，一拍即合正好。许多专家媒体解读说，虽然川普没有说具体的方案，但这些话呢都代表他有意快速的结束俄乌战争，甚至有些选民因此期待川普呢可以在俄国与乌克兰中间斡旋，推动双方的和平进程。而川普竞选成功之后呢，也确实开始兑现选举的承诺，对俄乌的动作不断，只是斡旋的方式跟许多人想的不太一样。当选之后，川普多次的公开催促泽伦斯基快点谈判终结战争，还说不然的话，你很快就没有国家可以领导。川普呢，甚至还在社群媒体上面谴责泽伦斯基不举办总统选举，称他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正式上任之后呢，川普除了持续的放话，更是直接开始行动。一方面他声称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不会再无条件提供，并且要求乌克兰偿还5000亿的军援。另外一方面，新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曾经在公开演说当中表示，为了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乌克兰必须接受现实，并放弃加入北约与收复所有失土的长期目标。而在国防部长发言数小时之后，白宫就公布，川普已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90分钟的通话，商讨俄乌停火意向协议。这也是自2022年俄军入侵乌克兰以后，美俄两国元首首次直接的互动。但令各方错愕的是，在与普丁通话之前呢，川普不仅未事先知会乌克兰，就连其他的北约盟邦也全部不知情。川普这一系列行动呢，引起了外界许多的不安甚至有人担忧，这是不是美国呢要单方面的决定乌克兰的未来，甚至是要放弃出卖乌克兰。不少的媒体解读说呢，川普又是要求乌克兰偿还军援，又是绕过乌克兰与普丁谈判，这都显示出了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与先前的拜登的态度很不同。拜登呢向来宣称会无条件支持乌克兰，而川普呢看起来更是想走交易换和平路线，要求乌克兰达成一定条件之后，美国才会支援。
另外，也有媒体担忧说，结合美国国防部长的发言呢，川普想要提出的停火方案，很可能不会考虑乌克兰一直以来希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诉求，所以认为川普这样子的和平协议，实际上呢就是在放弃出卖乌克兰。但也有人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川普是在推动和平停战，他这一系列动作呢，看起来更是呢在借由不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方案，威胁乌克兰同意川普所开出的条件，也就是付钱给美国。那除了媒体的解读呢，法国、英国等欧洲的盟友也对川普最近的做法感到不安。像是与普丁通话之前呢，川普并没有事先的告知欧洲的盟友，这都让他们担忧美国可能想要单方面的决定乌克兰的未来。在相关的商讨处理事务上面，乌克兰跟欧洲阵营都可能会持续的被边缘化。而面对外界放弃乌克兰的质疑川普回应说，他这样做完全是替美国的利益着想。根据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在2022年的2月到2024年的12月31日，欧盟呢在财政、军事还有人道援助方面提供了乌克兰1380亿美元，而美国对乌克兰的拨款呢达到了1190亿美元，居所有单一国家之冠。而另外呢，美国提供的财政援助当中呢，有 60% 以无需偿还的补助金形式发放给乌克兰，而欧盟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 90% 呢是以贷款形式提供，并附有宽松的还款时程计划。那川普呢就一直对于美国先前的援助方式颇有不满，他曾经提到欧洲对于乌克兰的军援还可以之后呢以还款利息的方式回收，而美国的无偿补助金呢则是白白的援助收不回来。他还多次强调自己不是像拜登那样子的战争总统，不断的烧美国的钱投入军援，要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战争，停止让美国纳税人呢一直为俄乌战争买单，从而为美国民众谋利。那因为这个样子除了不断的放话要乌克兰偿还军援，川普呢一直在推进能够让美国获利的矿产协议。今年2月川普放话说，如果乌克兰想要持续获得美国的支持，就必须要用乌克兰的稀有矿产来交换，并提出呢要让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具体来说呢，矿产协议当中，美国与乌克兰双方呢将共同设立重建投资基金，乌克兰需要向美国提供政府拥有的自然资源资产的未来收益的 50%， 美国呢则会承诺长期向乌克兰提供财务支持，以维持这个乌克兰的和平与经济稳定。这个协议的原型呢，其实当初是由乌克兰方提出的。去年9月泽伦斯基曾经主动向竞选当中的川普提议，他希望用乌克兰稀土锂还有这个石墨等等的关键矿物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那因为这个方案最早呢是乌克兰提出的，而且比起偿还5000亿这个方案更折中，乌克兰呢也就表达了对于矿产协议的签署意向。泽伦斯基也决定赴美与川普会面签署协议。而在泽伦斯基签署意向之后呢，川普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不仅改口说美国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被媒体追问他曾经说过泽伦斯基是独裁者时，川普也否认说：“我有说过吗？真不敢相信我有说过。”但就在大家觉得美乌关系将随着矿产协议的签订有所缓和时，川普与泽伦斯基却在签署的现场爆发了激烈的争执。2月28日，川普与泽伦斯基呢在白宫会晤，准备签署矿产投资协议，但双方在讨论时却爆发了不小的争执。原本双方的讨论呢还算融洽，然而当记者提问川普为何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保持接触，却与乌克兰保持距离时，现场气氛开始紧张了起来。川普回答说，他们不站在俄乌任何一边，只站在美国这边。而泽伦斯基对普丁仇恨态度呢，让和平协议很难谈成。副总统范斯呢也在一旁补充说，美国向来是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泽伦斯基却质疑说，之前乌克兰与普丁签订过多个协议，但最后都是普丁违反协议，持续的占领乌克兰的土地，杀害乌克兰人。他不知道美国说的外交是怎样的外交，是不是真的有用？而川普跟范斯呢却对泽伦斯基质疑强硬的态度不满，双方陷入争执之中。范斯指责泽伦斯基的态度不佳，要他放尊重点，而泽伦斯基呢则反向川普范斯不懂乌克兰人的感受。川普则进一步的反击说，别和我们谈感情，我们是来解决事情的。然后双方的争执变得更激烈，川普指责泽伦斯基是在拿乌克兰人民当赌注，并说没有美国你们无牌可打。而范斯呢也在一边呢多次的附和说泽伦斯基不知感恩。泽伦斯基则反驳说，我已经对美国人说过很多次谢谢了。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矿产协议的签订也因此流产。会后不久呢，川普便立即的下令暂停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一些之前已经批准但尚未交付的武器与资金也全部都遭到冻结。而这一次的白宫争执也在美国国内还有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媒体形容这是白宫前所未见的外交争吵。那这起戏剧性的事件呢，也引起了许多民众关注还有讨论。争执事件发生之后呢，民众在社群上面大致分为了挺川普跟挺泽伦斯基两派。支持川普的人认为川普要求泽伦斯基表示感激呢是合理的，因为美国确实付出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而泽伦斯基的强硬态度呢，不像是有求于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支持川普的政策，认为美国不应该白白付出，而要在军援乌克兰上面获得利益，并将这些利益呢投入到美国国内的建设当中，实现美国内政优先。但另外一些人却认为，川普在与泽伦斯基会谈时有刻意挑衅的嫌疑，因为其实一开始双方碰面时，泽伦斯基就表达过对于美国援助的感谢，但川普呢仍质疑泽伦斯基不知感恩。另外，副总统范斯在会谈当中也多次插话，许多人认为这违反了传统白宫外交礼节的行为，也间接的导致了争执进一步的升级。而相对的，他们觉得泽伦斯基回应的态度强硬，是因为这关乎到了乌克兰的主权与尊严，他不能够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面让步。另外，还有人觉得川普面对普丁跟泽伦斯基有着明显的态度差距。川普没有严加的谴责发动战争的俄罗斯，却反而对于被侵略的乌克兰态度强硬，还要别人偿还军援，这都像是在问责检讨被攻击的一方。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并不人道，只顾利益。此外呢，也有一些人进一步的担忧说，川普在近期一系列的表现都可能会减弱美国在国际上面的公信力，让他们跟北约的其他盟友、欧洲国家的信任关系都因此受损。那不管这样的担忧会不会发生就目前发展来看，所有俄乌战争呢牵涉到的国家当中，最近看到川普来势汹汹之后，也陆续有了一些其他对应的动作。在先前川普与普丁通话没有让乌克兰跟欧洲盟友参与时，欧洲领导人就发布了联合声明，强调欧洲必须在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并重申欧洲对乌克兰主权的支持。而在川普与泽伦斯基争执，川普暂停对乌克兰与军援之后呢，法国总统声明说，欧洲不会放弃乌克兰。英国则宣布将单独提供额外的军援给乌克兰，以填补美国援助的缺口。另外呢，欧盟也提出筹集8000亿欧元的计划，从而能在美国暂停军援乌克兰之后，向乌克兰提供紧急军事援助。而在欧洲加大支援乌克兰力度的同时呢，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他们趁这一次美乌争执时，在乌克兰东部的前线发起攻势，试图多占领一些据点，从而在谈判桌上面增加筹码。另外，面对美国提出的和谈呢，俄罗斯也态度强硬，仍坚持要求乌克兰必须永久中立，不得加入北约。那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呢，之后这个俄乌战争、美乌关系有可能会怎么样变化呢？有专家分析如果美国持续的暂停军援，乌克兰军队的这个武器还有弹药的供应恐怕将面临短缺。这样的话呢，乌克兰可能将会被迫的放慢，甚至是停止重要的反攻行动，战线可能陷入焦灼，甚至后退。俄军则可能趁机调集预备部队，全面的施压。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乌克兰也可能会转而更加的依赖欧洲的支援。而欧洲的军工产能与整合能力有限，较难在短时间内完全的填补美国撤退留下的空白。而另外一种可能是乌克兰真的按美国的要求达成停战协议。那如果是这个选项，根据专家的评估俄罗斯呢都会保留已占领乌克兰的区域。这样的话呢，战事虽然能够停息，但乌克兰也要被迫的接受领土的分割。这样来看不论是在没有美元的状况之下继续打下去，或是选择停战，两个方向的结果呢，对乌克兰来说应该都不太有利。不过呢，也有媒体报道说，川普与泽伦斯基之间呢仍有不小的和解可能。像是这2天，川普接受采访时说，他不认为矿产协议已经破局。泽伦斯基也说自己仍然愿意跟川普签订矿产协议。因此，许多人推测双方仍可能会继续的签署矿产协议。那成功达成协议的话呢，之后美国也很有可能会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一系列川普对乌克兰的动作引起了许多人讨论，川普究竟是不是要放弃乌克兰？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感觉是，事情可能并不一定会走向那么的极端。因为其实综合一些分析来看呢，川普真正想要的是希望能够从乌克兰这边获得一些好处，从而弥补他们近年来所投入的军事援助，并且为美国谋取实质的利益。那如果双方真的撕破脸，川普呢也就比较难获得这些利益，他可能呢也并不想要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不过，虽然这样子的极端状况呢可能不一定会出现，但我们仍然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川普的谈判的确有许多不太妥当的地方。川普想要调整军事援助与乌克兰商议回报的诉求，其实可以理解。但是呢，说对方是独裁者，掠过乌克兰跟俄罗斯对话，声称直接暂停军援等等，这些方式反而可能会让矛盾激化，事情变得更棘手。
而且这些方式呢，还多少带有些威胁的意味，这就也难怪会有人觉得川普这样做呢，是在谴责战争被攻击的一方是要完全的背弃乌克兰。另外呢，川普这样的做法也会让人担忧，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今后呢将更着重美国优先，越来越少参与国际秩序的维护？或者说，如果之后中共真的攻打台湾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可能会坐视不管呢？那针对美国会不会背弃台湾的问题我们觉得一方面，其实美乌与台美的关系不同，可能并不能够完全的类比。像是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是一种政策选择，然后政策呢通常比较容易随着环境而迅速的调整。而台美之间呢有台湾关系法，里面提及美国将使台湾获得足够的物资和技术，让台湾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在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之下，政策的变动速度、幅度或者说难度可能就不太一样。另外，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印太防线还有印太战略，这里面美国要考虑的因素也跟乌克兰的状况不太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近期这些状况也确实让大家看到川普上任之后，美国比先前更强调美国优先的策略，会在注重之前世界警察的角色。先不说呢，这究竟对于美国国内国际秩序是好是坏，至少就这次的事件呢，我们就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出，一旦这个美国世界警察的秩序有所松动，欧盟、北约甚至是国际秩序都会受到不小的影响。这可能呢，也确实会给台湾带来警示说，我们也不能够只依靠单一的外援，而要做足更多的准备，像是增强国内的军事力量储备，建立起与更多国家的盟友关系，团结民众一致对抗侵略的决心，强化台湾在各方面的竞争力与影响力等等，让我们有更多的谈判筹码。那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们粗浅的看法而已。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留言分享哦。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川普真的会放弃乌克兰吗？也会有帮助乌克兰对于美国没有好处，并不会有川普呢只是想要借此获得乌克兰矿产资源，并不会真的完全放弃乌克兰。所以不好说，要看看之后川普与自由的世界的态度。及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川普真的要放弃乌克兰吗？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马斯克的效率部在干什么，以及中共如果攻台，川普会做什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